阅尽修仙小说，心心念念终于轮到我穿越了。设定很简单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主角们任务就是干掉我。什么鬼？直接穿成了反派开局？七玄谷少主嚣张跋扈，睚眦必报，那位人人闻风丧胆的楚阳，别人穿越都是开挂，我穿越成舔狗，还替师妹退婚，少主的脸都让原主舔没了。北地三大宗门之一的七玄谷，就这般仗势欺人！回去告诉白凝商，今日是我灵翼将婚约退了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将百倍奉还。我熟，这叫废柴流反击定律。问题是我是那个要被反击的反派。逆子，住口！完了，七玄谷少主要发怒了，林家怕是要灭。他们全看着我，像等火山爆发，我倒想发作，可先让我读完说明书行吗？反派系统绑定中，绑定完成。行，穿越标配到齐了，名字虽然不详，但总比没外挂强。宿主楚阳，修为天元境巅峰，功法八神雷公、元阳真诀、断空剑诀，气运20，积分0。消灭2个主角后，开启积分商城。主角灵异，断骨境初级，气运30，金手指上级。标准废柴开局模板。婚已经退了，可以离开林家了。确实，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真当我好说话？我可是反派模板。不过你辱我七玄谷，总得付出点代价吧？正好，你背上那把剑我要了。我只是轻轻一跃，大脑的空气都炸开了。没办法，反派登场，不整点对不起观众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楚阳位面大反派正式上线。我出手的时候，空气都在爆气。林毅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被我气势压得动弹不得。这就是主角与反派的差距，不是我和废柴之间的差距。不，我的剑灵姐姐。哼，还真有老爷爷模板，这运气不打走都对不起系统，直接夺走你的金手指，看你这主角还怎么混。成功消灭一名主角，气运加30，积分加50，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得新手大礼包1份。提示声一连3响，我差点以为自己升职了。面板里林毅那一栏直接灰了，说明他主角身份被注销，此事两清。放心吧，七玄谷不会报复你们林家。多谢楚少主大度。他们都感恩戴德，殊不知我只是懒得动手。第一次自由飞行，没想到反派的福利还挺香。不过说起来，我好像还有个新手礼包没开。我操，要不要这么亮？获得破虚丹，替身草人，反转镜。破虚丹升1级，替身草人扛1级，反转镜3天主反互换。这礼包豪华程度，真不愧是反派生存补贴。先稳个境界，要是再碰见什么挂逼主角，我得有点底气。这要紧，不讲武德，但力量上来了。突破成功，达成大圣境巅峰。大圣境巅峰，听着就比之前高端多了。虽然我有系统，但多一根金手指总没坏处。问题是剑灵姐姐好像对我无感，威胁、利诱都不行。估计人家几千年见多了，大概嫌我太反派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改，不是做人设，我改舆论。等这位剑灵发现我其实是个有趣的坏人，就晚了。救命！救命！这味儿，英雄救美，老天爷都在给我送剧情。既然主角退场，那就轮到反派登场。前方传来打斗声，原以为是普通械斗，结果一看，经典逼婚现场。职业习惯，先查数据，4人都不是主角，确认过眼神，没威胁。芊芊小姐，被我们少主看上是你的荣幸。你父亲已经答应把你嫁给我们少爷了。别挣扎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反派逼婚，主角没来，行吧，只能我客串一下英雄救美了，顺便在剑灵姐姐面前加点好感度。您是谁？一位从天而降、帅得发光的反派。放肆！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敢惹我们秦家，找死！听都没听说过的小门小户。
公子，可以把我放下来了。白玉脸，马尾辫，眼神清澈，好家伙，主角气质拉满。多谢公子相救，公子快走，秦家的人很快就回来。他以为我是路过侠士，其实我是闲得发慌。我叫楚阳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秦家。什么？相信我，还好他没听说过我恶少楚阳的名号，不然早跳机了。路上他把事情全告诉我了，典型剧本。父亲卖女求全，秦家横行霸道，这种人光靠嘴劝是没救的，只能打。一个天云镜，3个离魂镜，一堆杂鱼，世家撑门面，这阵容还凑合。别怕，手温热，他害羞，我淡定，典型男女主镜头。可惜我是反派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让秦海滚出来！你竟敢侮辱我们少爷！我连剑都懒得拔。故事走到这里，逼婚剧情的 BOSS 终于登场。你，而我反派楚阳准备开打。刚走2步，故事的 BOSS 就来了。对面这位自信满满的小少爷，秦海，气质竟然也算主角。系统面板一看，我差点笑出声。气运50，这位面意识也太随手发主角了。更坑的是，现在还不能杀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连我的女人都敢动，你现在就跪下求饶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好家伙，台词到位，让我听听这威胁怎么操作吧。你就不想报复他吗？小把戏也能奏效，女主羞涩指数上线。好得很。跪下！位面意志看我不顺眼，不是我顺位面意志。成功折辱秦海，秦海气运减20，自身气运加20。就这点屈辱你就崩了？看那些废柴流主角，几年隐忍训练，一个反击，你这小半天还不到家啊！大声对府里喊：秦正老乌龟，快滚出来！秦正老乌龟，快滚出来！找死！这秦家家主还真是有2把刷子，离魂、天元这样的常见组合。但别忘了，我可是天元之上的存在。都给我跪下！成功折辱秦正，秦正气运减，自身气运加20。系统音爽得像抽奖，2人都跪下了，气运一升一降，百姓戏码完成。有些主角是好，有些是恶人，遇到像秦海这样的，杀起来还真不沾惋惜。我秦家背后是玄天府，你若杀我，并不是死这么简单。放我们走，我当做此事未发生。玄天府没听过，宣传文案不错，额度却不够用。成功消灭1名主角，气运加10，积分加50。成功消灭2名主角，积分商城开启。看着面板上气运值蹭蹭往上，心里挺有成就感。积分商城大门开了，充值人生新篇章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别怕，对他好一点也无妨，这也是当反派的社交礼仪。刚进门就有人在看着我们，这秦家不只是个小霸主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积分商城开了，气运也有了动向。下一步是把这把剑灵撬到我这边，还是把整个位面给撬翻？想想就兴奋。秦兄怎么还没回来？不就是个小姑娘？嘿，小姑娘嘛，肯定得慢一点呀。看这熟练度，7年半载肯定不是第一次，正好给剑灵姐姐表演一场。为什么我是小姑娘就会慢一点啊？因为他们觉得你很强。很好，有反应。这些人渣正好拿来刷好感。什么人？杀了我们，你也没好下场。我们背后是玄天府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你们觉得我要是怕玄天府，会先杀秦正？玄天府这种名头也配拿来吓我？靠山雪错，只能怪你们毒品太差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连我玄天府都看不起。府主，救救我们！眼熟就对了，玄天府是七玄谷下属宗门，按辈分他得叫我一声少主爷。玄深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事，少主当的比条狗还糊涂。不愧是府，为什么？不问缘由，先清理自家人就为讨好我，心狠手快，很有前途。少主已经处理完毕，往后玄天府给我看紧点，别再出这等欺男霸女之事。谨遵少主之命。
从他眼神里看得出他心里吐槽。您不就干这个的？可惜他不知道主角已经换人了。你回自己家，还是跟我回宗门？我不想再见父亲了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好。成功截胡某主角，对方气运减10，自身气运加10。原来他还连着另一个主角线，位面意识是真能搞，差点成为多主角抢新娘修罗场。让他处理掉那个卖女求荣的父亲，别让他知道。这是我这个反派最后一点体面。既然你选了我，那以后谁敢把你当筹码，我就把谁当筹码。没错，现在我正抱着司芊芊在天上飞。他一开始不乐意，说太近，可我怕路上再碰主角，果断强行起飞。事后道歉算了。这几天他受的刺激太多，能睡着说明信任感 up， 好感度稳了。积分商城已开启，是否进入？当然进。破剑梭、青云盾、阴阳帆，名字一个比一个拉风，价格也离谱，最便宜都100积分啊！看来得再刷俩主角才行，就一个，我以为能开出灵手宝马。傀儡纸人在纸上写下目标姓名与容貌，可令其成傀儡，境界不得超出自身。这玩意好啊，绑人、试探、控敌都行，简直万金油啊！现在你该多少对我有点认同了吧？在秦家那场杀戮，他也该看出来我不是原来那条疯狗。你想说什么？来了，久违的 NPC 对谈，我想帮你，你有什么愿望？老套路，随身见灵，都有之意，不帮不亲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不理我，是因为听说过关于我的传闻，对吧？那些事不是我做的。难道你想说那些都是假的？好问题，我确实没做。那是原主干的，想想看，真要是传闻里的楚阳，会就这么放过林毅？你不会骗我吧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在秦家杀那些人时，没有任何伪装。将你的血滴在剑上吧，我们定下契约，我会助你战斗，你要帮我重塑肉身。成交。系统没有提示音，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在连接。我叫青灵。好名字。接下来，反派与剑灵的组合正式上线。终于回城，他原本不愿被我保肥，说太亲密，我没理。毕竟天知道下个主角哪冒出来。现在他睡得正香，看来也没那么抗拒。剑灵，现在你能听见吗？当然，我的意识与你相连，比对剑自言自语好多了。原来他是5000年前的上古大能，战死后以秘法赋予此剑。要重塑肉身，需神木、雪莲、噬魂草3样材料。问题是我全没听过，我会找到他们，帮你恢复。我相信你。这我相信你，听着真上头，好感度加50没跑。北地3大宗门之一七玄谷，现在看才有点实感，光这气势，连空气都贵。此处不有结界。没令牌，修为会被压制在离魂境以下。这防御也太夸张，化神境以上才能无视。看来我还得卷。到了。对不起，快放我下来。走吧，以后你就在这儿生活。你还真不招人待见。原主干的好事，少主专属一座山，待遇不错。唯一问题，人员稀烂。看来在他们眼里，我能带女人回来已经是奇迹。去查3种材料：神木、雪莲、噬魂草，尽快。是。既然回宗门了，我传你几门功法。明天吧，我想洗个澡，再睡一觉。好吧，明天。楚阳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我这才刚到家，看来这宗门比想的还热闹。楚阳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放肆！少主之名，岂容直呼？刚回来就有主角上门，这剧情熟得像循环任务。这内门弟子有点意思。系统面板打开一看，我果然没猜错，气运210，还带个老爷爷，典型中期主角。上来就先打脸守卫，
直接加10点气运，脚本齐活。快叫楚阳滚出来！既然来了，就顺手打击一下这位主角信心。叶师弟为何要挑战我？叶晨要挑战楚阳，不自量力呀！3年前还只是个废人。这台词太熟了，典型主角被嘲笑前奏。不过今天剧情得我来改写。他右手的戒指里有灵魂气息，帮我压制一下。小菜一碟。3年前是你废了我的修为，是因白师姐教了我功法。白师姐不会又是白霓裳？原主真是个祸害生成器。怎么怕了？就你这废物也配挑战少主？又来送脸的，主角光环就靠你们喂，滚！反派的威压优势就是这么好用，骂他他还得谢。赶紧来吧，打完我还要回去睡觉。这气势确实像主角，可惜剧本不是他写的。这不可能！哼，精灵辛苦了，随时奉陪。这就是大圣级的压制感。以前看小说先锋很嚣张，现在真爽。师尊救我！随身老爷爷估计还在开机自己，就你也配打脸？主角登场1分钟被我压了30档，七玄谷的风水看来要改改了。气氛太安静，安静到能听见他膝盖抖的声音。叶晨还没意识到，他刚刚被我剧本外压制了。竞品威压就把他压跪了，莫非少主已达大圣境？这群吃瓜的分析倒挺快，没错，大圣境巅峰，可惜没人敢鼓掌。想在我面前装逼，就你这点实力也配？叶晨心境受损，气运减10，自身气运加10。成长型主角，不愧是硬气，折辱一次才掉10点，换做秦海那货早归零了。主角通病，打不死，越挫越燃，麻烦指数加加，不急。他已经成了个活的气运 ATM。叶师弟，你的进步很大，语气又有层次，既居高临下，又像养被夸孩子，双重暴击。你可以走了，随时欢迎你再来挑战。这还是楚阳？换了个壳的人吧？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。很好，眼神里有怨气，这才是优质主角气场，很好。养肥再收才有味道。叶晨现在就是我的气运制造机，越打脸越给我充能。主角嘛，不打脸就浑身难受。当然，这种打工主角也不能留太久。主角崩心境之前，我得换打法，从情感线下手。你指的是白霓裳？没错，2个主角都绕着他转，他恐怕也是变数之一。白霓裳。你究竟是哪一边的棋子？主角还是比主角更深的存在？算了，明天再想。反派也需要睡眠。一夜好眠，今天该兑现清灵的承诺了。先修炼，再去见白霓裳。主角不急，反派更不急。元阳真诀、八神雷功、断空剑诀，宗门3大真传功法。我都修炼到第7层，可惜离极致还差2层。功法药水提升2层，价格100积分。买。系统就不能做的朴素点，像09还差不多。断空剑诀第9层，不错。你的功法突破了，就当是我悟性好吧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学我的功法了。原来你也有当师傅的瘾啊！少贫嘴，快修炼！风没变，听名字就知道不是半品。
2个时辰入门，马马虎虎吧。他嘴上嫌弃，心里乐开花，典型师傅嘴。威力惊人。当然，这可是我自创功法。是你的功法太强，还是七玄谷的太弱？当然是我强。记住，有我罩着你，偷着乐吧。我看你在修炼，就没打扰。一夜休息，他整个人像开了花，果然远离秦家后气色好的离谱。我想学做菜，以后给你做饭。好，这么纯净的女孩该被保护，而不是利用。偷偷摸摸的，给我滚出来！看来今日的清静又要被打扰了。我刚让人滚出来，结果走出的竟然是白泥沙。我还想着过几天再去找他呢，他倒先找上门来了。难怪原主当年舔到失智，他这气质简直是修仙界顶级致幻界。重生，行吧。位面意识这是要出大 boss 了，不知白师妹来此有何事啊？不能再演原主的舔狗戏码了，装冷淡就当反向营销。态度变了，3年前他还对我百般殷切，金屋藏娇，楚师兄真是好兴致。他这是来查岗啊？原主留下的烂摊子真多。你是说芊芊？她只是我路上救下的可怜人。这一幕怎么看着这么像修仙版狗血偶像剧啊？原配与新欢现场相遇。这位就是芊芊。是，我叫白霓裳。芊芊师妹，在这里还习惯吗？要不要去我那边一起住？这语气也太像管人了吧？不用了，我在这里很好。你和楚阳是怎么认识的？在路上遇见的，他救了我。两人心灵语音交流，还真是主角级操作。他在查我真假，别慌，反派的关键就是气场。这一脚像是百花盛开，别说司芊芊，我都差点心动。我是不是一直误会他了？他在动摇，太好了，主角心情破防预警。这也行，看来不用动手，主角都能自己掉气运，剧情走向越来越奇怪了。重生女主对反派改观，这位面意识怕是剧本写反了。白师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楚阳3年前废我修为，只因为你教我功法。好，原主黑历史现场回放，但从他表情看，这套说辞效果不佳。反转镜生效后，他对叶晨的厌恶感在放大，对我的敌意在松动。位面机智亲自下场拆 CP。叶师弟不必多说，我心里有数。白师妹，叶师弟，在聊什么？他看我的眼神比昨天顺眼多了。主角对反派颜值服软，这不亏。这是白师姐的住处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白师妹。不知楚师兄有何贵干？听说玄天城外有大圣境妖兽作乱，我想邀请白师妹同往讨伐。真实情报加合理理由加一起出任务，标准拉好感配置。刻不容缓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白师姐，他是想接近你，他会对你下手的。啊，叶师弟原来还没走啊！叶师弟请自重，此事与你无关。这仙剑挺到位，反转镜的副作用再加一点私心，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很好，进入无能狂怒阶段，一个成熟的反派就该这么表演。滚！叶晨心境受损，气运减100，你的气运加100，一脚踢飞100点气运，这就是身份反转的威力。计划完成一半，接下来只要在讨伐妖兽时把戏演全，让他彻底站到我这边，叶晨这台气运制造机就可以安全下架了。白霓裳前脚走，系统后脚提示他对我稍微改观，气运减10，我加10，意思是主角对我好感越高，自己掉气运。这也太恶毒了吧！我喜欢你那个师妹很有问题。好，说说看。她用特殊功法和司芊芊交流，还带着不同寻常的气息，对你也没那么友善，小心点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白霓裳改观，多半是从司芊芊那儿听了我见义勇为的版本。昨天顺手救人，
今天主角阵营自己开始分裂，这波买卖不亏。反转镜，该你上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位面认定我是主角，叶晨是反派。老叶该体会一下主角被迫害的滋味了。先去找白霓裳，趁热打铁。落霞山不是谁都能进的，快滚！好家伙，主角身份一开 ，NPC 智商立刻负增长。你们平时不认少主是吧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！我楚阳你们也敢拦？反转镜的副作用看来挺真实，他们刚才是真的控制不住，想阴阳我，典型给主角送仇恨的戏码，结果送错对象了。少主果然宽宏大量，我们怎能信那些传闻？位面在替我洗白，这味儿有点爽。玄天城北地第1城，听说过无数次，却是我第一次亲眼看。可惜我没心情上镜，因为我们身后正跟着一条叫叶晨的尾巴。他还以为自己藏得好，其实我和精灵出发就注意到了。好，既然你想自找屈辱，那我成全你。你们两个去讨伐大圣境妖兽，笑死人了！英雄不是谁都能当，识相点滚吧！典型主角剧情，必有守卫嘲讽环节。有眼不识泰山，大人饶命！求您高抬贵手！知道错了就好。当然，我的原谅从来只停留在表面。你真能沉得住气。他在试探我，我在演给他看。走吧。你这要在他眼皮底下动手？当着主角的面杀人才叫反派。很好，看客上线。你忍不住的时候，就是我收气运的时候。一路无话，他大概在思考，为什么我忽然不对他嘘寒问暖了。他真的变了，可为什么我有点不舒服？白霓裳开始在意你，气运减10，自身气运加10。我啥都没干啊！看来你的反派攻略挺成功。这位面意识，怕不是在看恋爱剧？楚师兄，你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。人总要学会长大，看来我的冷淡比甜言蜜语更管用。该来的终于来了，讨伐妖兽，顺便上演第2幕，主角间的默契配合。只不过今天的英雄不是他，也不是叶晨，而是我楚阳。我说的时候，这连空气都在颤，越靠近气息越强，不止一头。2头大圣境妖兽，要不先回宗门禀报？来了，经典考验环节。他这话表面关切，实则试探。要是我怂了，他心里8成要贴上胆小鬼标签。走吧。他以为我是自大，其实我是有剧本的。演戏嘛，表情要稳，动作要帅。他竟如此果断，到底是莽撞还是自信？答案是演技。你就不害怕吗？害怕又能怎么样？难道因为害怕就能当懦夫？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这句台词太浮夸，幸好他吃这套。这姑娘真好骗。你也差不多，别忘了谁当初忽悠你签的契约。有效果，我现在气运280，他还剩290，差距只剩10点，再来一击就能翻盘。是时候开启终幕表演。第一次近距离看妖兽，比想象的壮观，也比想象的臭。眼神问我是等他们拼完再上，还是趁乱冲？我选择直接上，完美，观众席就位。今天这场戏连配角都凑齐了。楚阳，你休想再伤害白师姐！就算拼命，我也要揭穿你！人生如戏，而我主角兼导演。接下来让他们见识一下，一个合格的反派是怎么靠演技征服全场的。2个大圣境前期妖兽，还真给面子。位面意识，这是在给我送剧本呢。好险，
当然显示装的，表情要镇定，姿势要帅。你又在演戏？表演型反派，懂？这是八神雷公第7集老剧，主角光环日式完成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他竟这么强，很好。观众席发出惊叹的声音，演出成功一半。他打得漂亮，但火焰里混着我的断空剑气，他压根不知道。这火怎么变强了？当然强，我加料了。完美世界，要么他死了，要么我上演英雄救美。果然是主角保命 buff， 只能走方案 B 了。疼是真的疼，但气氛要稳，英雄救美不能喊痛。他为我挡下那一击。对，就是现在。镜头拉近，他眼神要熟，呼吸要乱，没事吧？你为什么？顺手救美，效果比深情表白更傻，位面意识直接发糖。果然稳了。你确定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吗？这语气不对，难不成我这场观众不止一个？演戏的人在笑，看戏的人在疯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白霓裳倾心于你，气运减290，你的气运加290，成功消灭一名主角，积分加200。他这是直接恋爱脑到，丢了主角资格。文明意识，你这也太草率了吧！这一波真是意外之喜，比起打脸，这种甜蜜至死效率高多了。主角这身份真不适合我，还是反派自在。白师妹，你现在怎么看我？很好，没闪，说明病入膏肓。放开白师姐！叶师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白师姐，你不要被他骗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。他还在玄天城杀了守卫。没错，是我杀的。他们先冒犯楚师兄，死有余辜。啊，这态度，护肤心切，合格。这波不用演技，观众自己入戏。叶晨心境受损，气运减150，自身气运加150。跌得真干脆，还剩50点气运。主角的任性真可怜，收尾。借灵出手，算你跑得快，下次见，我要连你灵魂都一并磨碎。我用尽力量才保你一命，别再去惹他。我要沉睡一阵。我明白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楚阳偿还今日之辱。反派拥抱女主，主角落魄逃亡。哼，这世界真精彩。白霓裳这位重生者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云雾山出现秘境，北地的年轻天才几乎都赶去了。7天后开启。秘宝是什么？上一世我才入微境，没资格参与。不知道1个月的时间，他已经完全习惯这种亲密，我也习惯了从敌方主角嘴里套情报的感觉。未知的秘宝最有趣。是的，1个月前我把他接到青云山，如今他的心和命都是我的，而且他把自己重生的秘密都说了出来。他告诉我，他上一世见证了我父亲七玄谷谷主飞升上界，还说未来100年内七玄谷将成玄灵界第1宗门。听得我差点信了，但仔细想想，这重生者的记忆漏洞百出，只知道几件大事，却连自己前世的亲人都模糊，还偏偏记得我。位面意识为了对付我，直接给他植入了假记忆。他根本不是重生者，只是被伪造的主角模板。所谓的宿命敌人，不过是一出脚本好的戏。你钦定的主角现在成了我的人，这感觉真不错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不，
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有趣，场面突然变成修真后宫剧。楚阳哥哥，乖。有时候人活着就得直一点，想杀的杀，想要的要，不然穿越还有什么意思？七人之福，真是好福气。青灵，你终于肯理我了。我只是没想打扰你们罢了。在我心中，你比他们重要多了。我只和你说过穿越的事，他果然吃这套，装傻、关心，再哄一哄，万能三步走。哼，原谅你了。反派的生活呀，左拥右抱，见灵吃醋，为灭恼怒，这才叫玄幻。原来这就是云雾山，名字起的真诚，一点都不骗人。今日秘境开启，北地几乎所有年轻弟子都聚在此处。哼，倒要看看这些所谓的天才能有几分真本事。你这口气越来越像反派了。没办法，剧本逼的。据说这秘境是上古大能的洞府，1000年未现，如今大阵松动。秘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装逼的机会。这阵势还挺热闹，北地的未来全在这山脚晃悠。萧凌兄，好久不见，修为又精进了。哪里比不上齐远兄？听说你快突破天元境了。多年未见，萧仙子依旧风姿绰约啊！呆立当场，背景板气质拉满，看样子这就是传说中的赘婿木板。哟，这便是萧仙子的夫君，果然一表人才呀！能做仙子的夫君，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都怪你非要跟来，成天丢我脸。气息紊乱，目光死寂。主角王超修为天元境初期，气运180，经手指隐忍系统。又来一个，位面意识真动排场啊！北地谁会再以他一个废物赘婿？这是最后一次，下次你别再出现了。隐忍，等我机缘到来，你们通通都得跪。七玄谷少主到了。那就是楚阳，传闻他残暴无比，可这气质……好倔。反派出场，气场必须拉满。看这场面，全场哑口，只有心跳声最配合。气运180，隐忍主角，有意思。这场面真够排面，日月楼、风雷殿的天才都来了，可惜他们都没少主这个职位，那就意味着今天这场戏我才是主角，不是反派主场。那是七玄谷少主楚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习惯了被人围观的感觉吧，大概就是在别人小说里当 BOSS 的体验。这沉得住气的气场，主角木板。系统，给我个面板。没错，果然是扮主吃虎星。上古血脉隐藏修为，连气运都飞得流涌。看样子这次秘境宝物多半该他拿。当然，有我在，这剧情要改写。楚公子，务实模式开启，也省得我出手了。从远处便能感到王公子气息不凡，近看之下，果然是一位天之骄子。楚公子怕是看走眼了吧？他一个离魂境的废物，也配天之骄子？同样一句废物，从不同人嘴里说出来，区别在于，有的人会被打脸，有的人会被打。承蒙楚公子看得起，但我只是离魂境弟子，不是什么天之骄子。哼，还挺会装。那就让我帮你曝光一下。王公子莫要谦虚，你至少是大圣境修为，恐怕在场无人能及吧？大圣境，楚少主的眼力不会错吧？难怪之前谁动他谁倒霉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废物。这忍耐力有点主角那味，再这么憋下去，你非得成气运聚集体，定时炸弹。就这懦夫也配成大圣境？差不多了，想要主角崩人设，先让他被所有人盯着，我不需要动手，剧情会替我收网。扮猪吃虎，抱歉，今天我亲自帮你接棒。下一幕秘境里见，王超来了，秘境登场特效。
果然学坏世界的开门方式从不走低调路线。排他机制啊，不合格的直接弹飞，设计的挺人性化。看不出这里的构造，这洞府的主人修为极高。他在分析阵法，我在想，秘境这么高端，为啥传送机制这么糊？原来牵着手能防分传，系统早一点不说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先找秘宝？剑灵发酸了，你这是羡慕我了吗？那边有东西，我先到前面探路。果然，秘境里禁止飞行，大概是怕我们直接开挂通关吧。看来这秘境自己养了不少妖族，灵气充沛，怪物横生，这配置标准副本地图。这是阵法。换阵，典型的兜圈子陷阱，连青灵都没察觉。这阵法水平挺高，找阵眼太麻烦了，还是老办法，暴力拆解最直接。小小幻象，给我破！果然，全员被困在幻境里，现在都一脸刚掉线的表情。在绝对力量面前，阵法也只是花架子。这家伙完全不演了，看来他早就知道这里的布局。不过嘛，你想扮猪吃虎，在我面前连猪都算不上。幻阵破了，戏才刚开场。王超，你的上古血脉等我来收。这地方味道不太对，阴气重成这样还能藏个宫殿？秘境设计师的品味真是特别。那是阴气的源头。我当然知道，但谁敢第一个冲进去？在场的主角可不是我，那位扮猪吃虎先生还没动呢。快，里面的气息像是宝物，不能让别人抢先。一群没有剧本的 NPC 进去之后，要么拼命，要么送命。看来他在等，那就让我们跟着主角走剧情吧。传音术真好用，多亏重生者的馈赠，可惜这金手指现在归我用了。主角再会隐藏，也得走这条路，他不来我都替他气。这些所谓的北地天才，建个金殿就疯，真正的秘宝，他们连门都找不到，就在东边。果然，你还真知道门道。就是这里。主角专属通道，懂得挺多嘛。老实说，要不是他带路，这破洞我压根不会注意。看来当反派，偶尔蹭主角的剧本还挺划算。原来如此，你便是主人的后代。几千年，我终于能出去了。这剧情我熟。主角遇老怪，不是继承衣钵，就是被附体。那我得提前打断，不然气运又要被他耗走。王公子，多谢带路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多亏你带路，主角先生。下一幕嘛，该换我上台了。啊，这熟悉的场面，主角在前，反派登场。可惜今天剧本反了。现在离开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不会吧？你以为自己多强？还是觉得旁边这只老虎能吓唬我？放我一马，谁给你的自信？连我一脚都没碰到，这实力差距堪称主角社会性死亡。不得不说，这就是主角，打不赢也不怂。可惜遇到我，信心只是用来碾碎的。年纪轻轻有此修为确实不错，但少年不要太狂。就你也配教我做人？行吧，终于露出原形了。大猫一只，气势倒是挺吓人。你们就这点实力，我雷电第4层。
说真的，这力量手到上头。去，化灵仪式结束了。人呢？这不科学。刚才明明他们用了传送阵，看来他们专门练了逃跑技能。算了，好得了这次，下次我让你连重生的机会都没有。比起他们，那屋子里的宝更值得我出手。主角跑了，秘宝归我，完美结局。秘宝就在眼前，偏偏有个阵法拦着。玄幻世界的宝贝永远都得带密码锁。这阵法以血脉为要，果然是王朝的血统的专属通道，真不愧是上古血脉设定。可惜主角跑路了，还是开场。连你都破不了。唉，100点积分没了。商城的符真贵，算了，为了剧情发展，只能出场。秒开，物有所值。仅凭一符就破了阵，哼，这就是他的外挂。简陋的离谱，好歹是上古大能的宅子，连宝箱都不配一个。好剑，但我已有情灵。他这表情，该不会以为我在表白？啊？笨蛋！女人心，秘境阵法都比这好懂。算了，专心搞宝。这力量不像装饰。洞天世界，这可是修炼圣地啊！灵气比外界浓10倍，不，这得4、5倍吧？有这玩意儿，我修炼速度直接追平主角线。进去看看。太美了，这地方简直像仙境啊！那就收下吧。成功抢夺王超机缘，王超气运减100，自身气运加100。谢谢你，王超，多亏你，我的外挂升级路线又解锁一条。说实话，这种白送机缘的主角要多来几个也行。秘宝到手，剧情收官，但这秘境还没完。白霓裳最近挺拼的，大概是觉悟到跟不上我这种压力吧。唉，主角的光环现在都卷到女主身上了。奇了，气息比来时还重。那帮进去抢宝的怕是都凉了。人间炼狱啊！北地年轻一代的精英们团灭现场。话说这血量，秘境主人得多爱着火。阴气源头，原来是你！尸傀，弟子炼尸做的傀儡，还留点意识，算是比较高端的死法。既然还想再死一次，那成全你吧。看来我送他解脱送的还挺及时，小插曲而已。问题在于，除了我和白霓裳，其他人全挂了。北地年轻一代基本团灭，这些人全是各大宗门真传少主级人物。这下好了，北地要炸锅了，他们得找人背锅，而那个人显然是我。七玄谷少主还活着！离他远点，别惹麻烦。幸好没不开眼的，不然我还得清场。3天了，在这洞天修炼的感觉，堪比开了加速馆。成了，化神境，我楚阳终于不再是年轻一代那个段位的生物了。我们都突破了，很好，接下来该面对外面的风暴了。少主，不好了！北地10几个宗门的长老正联名施压，要宗门交出你和白霓裳。他们说秘境之死与你们有关。果然来了，北地要一个交代，而他们想要的就是我们的脑袋。想让我交代，那就得先看他们有没有那个资格。北地的风暴正式开始了。排场真大，比我上次退婚那场面还要夸张。为了夺宝，竟害我北地弟子数10人丧命。交出楚阳与白霓裳，否则我等与七玄谷势不两立。交出楚阳与白霓裳！秘境之人皆死于尸魁，
非我七玄谷之罪，且死者中亦有我门弟子。谁知那石魁是不是他炼的？交出人，我们自会查明。不可能！哼，这气氛比宗门大比还要紧张。嘿嘿嘿嘿，那便折中，只交出白霓裳。哼，要卖我人情，真有胆！你们不是在找我吗？来了！一剑下去，安静多了。谁让你们在天上说话？抬头让我累！楚阳，你知你做了什么吗？这可是你……我操！还有谁有意见？这倒快，行吧。这鸡杀得够响，处理一下尸体。一箭双雕，外镇各宗内力微现，看来少主这牌面终于配得上我楚阳了。我说过，我是反派，反派不只是嚣张，更要让天下人记得谁才是主角的噩梦。少主，这是神皇宗送来的邀请。哼，神皇宗少主邀请我去中州论道。论道？哼，这么拐弯抹角的试探，说白了，神皇宗那少主想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玄灵界的 bug。这半个月我忙得脚不沾地，修炼收人立威望，七玄谷终于不是摆设。如今谷主不出关，我说一就是一，这才有点反派宗主的样子。风雷变第5层达成，顺带手里多了几百个听话的手下。我还得感谢那些被我吓瘫的长老，中州也该去走走了。听说楚阳一剑杀长老，失踪奇退。20岁化神境，玄灵界前无古人呐！这人以后怕是能比肩谷主。哼，主角模板的复仇线估计也在铺路吧。楚阳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尝尝那日的羞辱。中州天骄齐聚，玄灵界4域争锋，若有主角在场，那不去岂不浪费？对我来说，论道是其次，刷积分才是正事。破虚丹没影儿，靠系统任务又得靠缘分，那我干脆去圆几个主角。宿主楚阳修为化神境初期，功法、装备、积分全部在线，可惜气运再高没得花。主角们，快点让我来赚一笔吧！你呀，修炼心思一般都用在算计上了。哼，反派嘛，没点算计哪能活这么久？我留在洞天修炼，若你有危险，我会随时相助。我留在青云山吧，不拖后腿。那就给这地方起个名字，青灵洞天。又拿我名字取景地，油嘴滑舌的家伙。那说明我心中有你啊！中州，玄灵界的中心，天骄的战场，希望那儿的主角们别让我太失望。我楚阳去中州看看这天下到底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若影，你觉得这楚阳是化神境实力？是。看这架势，又是个标准中州纨绔，主角嘴里的舔狗反派模板。哼，烈性，真不错。请少主自重。你迟早是我的。嘿，废物一个，还敢在这儿晒太阳！要不是你姐姐护着你，你早死几百回了。哇，师姐怕不是喜欢这种废物。这表情八成是个穿越者。够了，滚！你到底还要这样多久？标准姐弟设定，附带恨铁不成钢台词，剧情都不用改。哦吼！
瞳孔放光，这货真开挂了。地球的大学生一觉醒来穿越，还带日月真诀系统，只要晒太阳、看月亮，就能修炼到飞起。如今我已是大圣境后期，论道大会上，我要当众打风烈阳的脸。哼，又是熟悉的剧本，穿越者打脸反派，反派再被我反杀，玄灵界的生产线效率真高。我会护着你，但你该自己强大。有姐姐，有系统，这波穿越不亏。中州，玄灵界最热闹的地盘，宗门遍地，天骄扎堆，马虎不断，听起来挺适合我。总觉得这次的论坛会很精彩，尤其是听说那边好像出了个穿越，同行见同行，看看谁的系统更挨打。不得不说，神皇宗这牌面确实大，齐玄谷的几座山在这阁楼面前都像农家小屋。这些附属宗门全都听命于神皇宗，这才是真正的天命宗门呐。楚公子，阁上诸位已恭候多时。全是路人脸，没有系统波动，没有主角气场，今天又得陪 NPC 喝茶了。诸位远来辛苦，今日论道，望不负此行。这安排不会是美人计吧？笑都懒得装，看来是真来见识的。各地天骄齐聚，难得一见，为辨识同道，请诸位自报来历。天魔宗方红，星月宗闵月柔，玄宇宫嫣然，报菜名大会开始了，主角不在，全是陪练。神皇宗花若影，七玄谷楚阳，楚阳，那位一剑斩宗的少主，听说他已是化神境，这年纪不可能。聒噪，区大圣境，还妄称天骄，不堪一击，无趣。风烈阳，可敢与我一战？终于来了，等了半天，总算有主角登场。希望这场戏别太快结束。系统面板更新，主角柳阳，修为入微境中期，气运1000，金手指穿越日月真诀。好家伙，2个金手指，气运爆表，未免一时是真怕我太闲。穿越者，哼，十有八九是照我模子捏出来的假货。日月真诀嘛，修炼速度快到离谱的功法，1个月从入微到大圣，挺像主角开局会干的事。这模样，这气质，还真是学我学到精髓。要不是他站我对面，我都差点以为自己照镜子。气运1000杀不掉，但能折腾，慢慢磨，慢慢吸，总能让这假穿越者气运漏完。哦，看来风少主那点火气又压不住了，想拿主角出气。正好，我也想看你出丑。风烈阳，可敢与我一战？哼，当然敢。典型的反派回话模式，该挨打的那种。小杨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别胡闹，快回去！少主，小杨无意冒犯，我代他向您道歉。这姐姐还挺护犊子，不过你弟弟这气运，估计连我都得避一避。没事，只是切磋切磋。若隐姐，别担心，只是切磋。切磋？哼，你心里已经在想着杀人越宗门跑路吧？标准主角台词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我也不喜欢风烈阳，要看戏就好好看。神皇宗少主岂是你能挑战的？先过我这一关。随你。2个配角争着上去挨揍，有点意思。久违的打脸2连。方红兄，这是属于我的战斗啊！这就叫反派联盟，轮流送餐。不过嘛，这戏要真让他们演完，节奏太慢了。我也手痒了，不如让我先来吧。
对付一个假穿越者，不用别人动手。既然他是以我为模板造的，那就让我亲手撕了这个复制品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位面意识能捏出多完美的楚阳替代品。瞧，他还真信我一句放心。放心吧，小白兔，今天没人死，顶多有人破防。既然楚兄手痒，就依你之意。这眼神，主角模式启动了。看来这小子以为我在作死。开始吧。这气势还行，可惜套路太老，先被轻蔑，再暴种，再逆袭。我看多了。一个入微境挑战化神境，不自量力。估计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。可惜我也想出风头呀。很好，配角嘲讽，众人不屑，主角剧情集齐。接下来按理说该轮到我被打脸。配合一下，就站着不动好了。是。这画面挺解压，气运1000也得贵，不错，竟能成我一击之威。不愧是楚兄，威压可震众兄。这少年也算不错，能扛住一瞬。哼，主角剧本看样子翻车了。柳阳心境受损，气运减20，自身气运加20。果然，心态比修为好拿捏。我还要在中州逛逛，就先走一步。且慢，若无楚兄，此论道毫无意义，不如留在神皇宗，可好？好，准备抱大腿了。这变脸速度，我都想给他颁个影帝。楚公子留在神皇宗，出行也更便利。还挺会找理由的。看样子这姐弟俩的剧情都得我来收尾。也罢，当然是假装犹豫。实际上，我正愁找不到主角的老巢。他气运掉了20点，我收了20点。可惜才刚开始，剧情要反转还得慢慢来。接下来就让这群天骄看看，反派的剧本也能主宰剧情。我楚阳从不按套路出牌。楚兄，这段时日你就暂住于此吧。房间我已备好，就在若隐姑娘隔壁，也好互相照应。照应？哼，风少主这心思我比他还清楚，只是他现在连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了。那便多谢风兄，傀儡指人效果不错。写下他的名字那一刻，这位神皇宗少主的命运就改了。从此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皆在我掌中。可惜啊，这纸人对主角无效，不然柳阳早就成我手下的行尸走肉了。柳阳沉默，花若隐冷淡，一个藏恨，一个藏心。我这新邻居组合挺有趣。他在憋着，估计在心里写小说。我忍辱负重，终有一日反杀反派。多谢姑娘，这段日子还请多多照顾。果然冷淡如冰，越是这种女人越适合被拉入局。柳阳的突破口不在修为，而在心。要摧毁一个主角，不能靠打，要靠让他看见，让他亲眼看着希望被我一点点碾碎。既然拿不准从哪儿下手，那就全都试一遍。这城主府早就是风烈阳的地盘，现在嘛，自然也成了我的地盘。从今日起，永罗城一切听命于楚公子。柳阳这表情，担心我对他姐姐动手，倒还挺像我当年的思维。不过嘛，你越担心，我就越要演给你看。这冷淡导游模式还真无趣，要不是剧情需要，我真想让他效用。叶浩然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来了，新主角还是新麻烦。无论是谁，今天都逃不过楚阳定律。这场局终于开始有点意思了。叶浩然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好好的商业街，中二台词直接开麦，这味道明显是给人看的。过去看看，热心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最适合在某些人心里加分。顺便看鱼咬不咬钩。本场成这样，差块牌子写剧情入口，到剧组回去罚站。发生何事？私家冤孽，不敢连累诸位。台词得分，表演到位。要不是剧本是我写的，我都信了。3日前小婚，新娘当场被叶浩然辱杀，我被打成重伤，他正是横行，我今日拼命也要他偿命。叶浩然在哪儿？我替你报仇。上弓、上头、上路，非常标准的主角冲动行为。小杨。
让他历练一下，他现在的修为足够应付这点事。首杀完成，路见不平，姐姐感动，主角自我感觉良好，不错。听说叶浩然被杀了，那可是大善人啊！救济穷苦，这样的人也遭毒手，天理难容啊！群众演员到位，一口气把你从惩恶扬善送进误杀好人。柳阳心境受损，气运减30，我这边加30，效果不错，只是开胃菜，让他自己撑一撑，这也是成长。放心，你不会真怪他，我也不会真放过他。好戏才刚开始。第3天了，依旧是老套路，陈有永罗不归神皇宗，导演组，我都替你们腻了。楚公子好像挺喜欢这里。喜欢？不，只是准备收尾。最后一幕当然要选视野最好的地方。看他那表情，8成是在骂我。很好，说明计划生效。3天的游玩路人全是我安排的演员，目的打压柳阳，制造暧昧，稳步推进剧情。都是我的人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买些纪念品吧，北地可买不到这些。哦，这是什么字？好奇怪的文字，我没见过。奇形怪状，可惜我认识，那是我前世的语言。看吧，他也看懂了，位面意识还真懂投喂。这字挺好，我买了。识货，那人卖我10几副，只剩这副。那真可惜，我也想要呢，让给你吧。没错，这就是关键点，抓住穿越那个字，他必然自乱阵脚。钩子放好了，鱼会自己找过去。这字是你写的吗？2个黄鹂鸣翠柳，1行白鹭上青天。果然，他找到了。这位老乡确实是真穿越者，没天赋，没机缘，困在凡尘50载，连母语都忘了。年轻人，好好活吧，别学我。他终于明白，有人比他更惨，以为能找到同类，结果只是看到未来的自己。完美收官。愤怒、怜悯、失落、恐惧，情绪4连击。主角，你的悲情我都写好了。3天剧本终于该收尾了。主角君，你的悲情线我亲自导演。这里头是柳阳和那位老者的对话，剧情完整，演技真切。当然，那老头是我让风烈阳安排的演员。戏份结束，人自然也下线了。好戏开场，主角的自我修复期通常伴随一点我还能崛起的错觉。花师姐真主动啊！楚公子人帅修高，换我也忍不住。可惜楚公子看不上我们。听觉陷阱成功触发。角度、光线、情绪全是剧本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柳阳心境受损，气运减150，火方加150。刘映时的另一幕，我早让他看过。他亲眼看到弟弟被夺舍，自然心如刀割。他的痛楚是真，他的怀抱也是真。戏演到这儿，连我都有点动心。多谢照顾，今日便启程回七玄谷。主角重燃希望，好兆头，意味着他马上要死。若影，你成功消灭一名主角，气运加800，积分加300，气运达1000，奖励礼包1份。额外奖励，不错，这波导演费到账了。结束了，舞台散场，主角谢幕，至此大戏落幕。境界稳了，化神中期。感谢柳阳同学亲情奉献，气运礼包开出来2样，气运丹扣我200气运换小境界，
磨磨唧唧，总算吃完。气运符扣500气运，1天道神中期。听着唬人，用完就没用，拿不出手和破虚丹比。破虚丹是新人奖，这辈子再想要一颗，多半做梦。早用早超生，我不亏。听说没？昨日玄灵界各地凭空起山，山里走出来一批隐士家族，薛家、林家、萧家、王家，据说不比9大宗门弱。睡一觉醒来，剧本升级成隐士世家返场，位面意识是真不打算让我养老。4大家族里头，王家在北地，王超那条线，果然还有后台。秘境、画卷，8成都是他们家的。王家要找回东西，多半会捅到七玄谷，顺带把我父亲炸出来。那位要是一看出我不是原装货，麻烦有点大。那就简单，先下手为强，回北地把王家连根拔了。叶晨哥哥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玉柔，真的是你。顺带提示一下观众，这位不是普通青梅。楚阳，区区七玄谷少主也敢辱我叶晨哥哥？林雨柔，隐士林家大小姐，战力拉满，背景炸裂。又一条针对我的支线已上线。哥哥别怕，有我在，这个仇我替你报。隐士家族老仇新怨，王家线索很好，反派事业再迎旺季。2天2夜没合过眼，王家要是先动手，七玄谷怕是要完。听说了吗？隐士家族宣战，日月楼一直接灭门。到神境被杀，要么2位同境，要么1位中期。王家出山第1刀就砍宗门，够嚣张。积分400，全砸出去吧。功法药水2瓶，破法符1张，2小时封印道神修为，性价比爆表。肉疼是肉疼，但赢了这场，整个北地都得低头。道神中期，这感觉真是久违的爽。可惜只撑1天，那就1天足够。威力不错，王家来了，2道神境，10化神，20大圣，排场挺大。大哥，9大宗门不过如此，那日月楼主被咱们家主几招砍了。不可轻敌，江明虽弱，也不是软柿子，再强也不是咱兄弟的对手。我看那七玄谷也不过如此。只取先祖遗物，不必多生事端。不知小兄弟何时拦路啊？王家行事也轮不到你来问，滚开，否则我亲自送你上路。30人，省得我一个个长了。即日起，王家除名。道神中期，一剑释放，看你们能撑几息。王家2位道神，10化神，20大圣，算得上是北地最硬的一块骨头，那就拔牙试试。不知阁下为何要与我王家为敌？这就是道神的碰撞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2位道神，我还得顾着灭族，真忙。大哥，让我来试试这小子。2个中期道神，一个近战，一个远攻，还挺配。可惜遇上我，就你们也敢说留我全尸？上钩了！快退！
破法符，好东西，贴身才生效，傻子才会上当。恰好我等到了这个傻子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这雷真不行。风雷电第9层，破界一击！最后一剑，我压了9成灵力，杀他也杀自己，王家全灭。下一步，王家山。七玄谷少主的福利，丹药不愁。8成灵力足够了，该去送王家上路了。藏得挺好，可惜碰上我。什么人？此处乃王家山，速退！说灭门便灭门。道神一击，天地劫案。王家山归于尘土，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。父亲，族人，你有什么遗言？主角命真硬，这样都死不了。对了，你的父亲和族人已经死在我剑下了。成功消灭一个主角，气运加700，积分加200。一剑灭族，一人终局。王家灭门，道神之威，该让整个北地都知道。那是七玄谷少主，他一剑就……快启动传音大阵！藏什么藏？我可不是那些窝囊赘婿，杀人要杀得堂堂正正。一剑灭族，假的吧？听说那一剑连护山阵都没撑住，一剑震半个北地，七玄谷的天要更亮一些了。小姐，这样离家族擅斗，家主会责罚的。等我为叶晨哥哥报完仇就回去。那人，七玄谷弟子，正好。这位公子，我有事相求，可否？啊，姑娘有事啊！演技上线，诸葛脸登场。少主正是我，就是你欺负叶晨哥哥，去死！人倒是挺漂亮，可惜脑子不太够用。多谢人家小姐，连气运都替我送上门。林雨柔命牌一碎，林家必暴怒。既然要报仇，那就送他们个地方。气息全抹干净，像是暴怒。林家茶气息8成茶到风雷电头上，林家一怒，风雷电一恼，祸水东引，天衣无缝。少主，紫霜谷已臣服，赤心堡一响。狂浪派也交出了宗衣，北地3分之地，2份归我。风雷殿怕也撑不了多久，沧海阁至今无音。 3日前派去的长老杳无消息。砍杀七玄谷长老，这气势我熟，又一个主角。
沧海阁，孤身一行即可。唉，恒儿，你太莽撞了。齐玄谷要我臣服，我偏不。那可是北地第一宗，若怒了他们，放心吧，5年内，沧海阁无人能进。他是宗门骄子，短短2月将小派扩为1000人，或许真有他的法子吧。宗门系统，我的金手指。可启动护宗大阵，需积分500，持续5年。5年足矣，只要5年，我让沧海阁成北地最强。奇怪，连气息都没有。或许早逃了。不，若真有胆杀我人，就不会逃。哼，又是阵法，护宗大阵，有趣。以为这样就能拦我楚阳？天真！沧海阁，少主宁恒，我来了。少主，这阵法非同小可，不如先退。是啊，得请正法师来破。哼，他们难不成能永远缩在壳里？破阵法，1满积分的面子。上次用来破秘境，这次用来破门。走吧，诸位，今日之后，北地再无侥幸之门。竟是洞天之境！哼，外虚内实，手笔不小。灭门之事讲究效果。沧海阁弟子全部清除。发生何事？堂堂阁主也只是个消息延迟的死人。外面好像有动静。许久不见，宁少主，可还安好？他以为5年能保宗门，我只用了半天。这份见面礼可满意？主角宁恒，修为大圣境初期，气运750，金手指宗门系统。果然，系统这玩意儿，主角标配。位面意识的庇护，气运太高，杀不死。如今我化神中期，能斩的主角气运得在300以下。可惜这世道再无弱鸡。你就是楚阳？正是。殷公子好心性，宗门毁于前，父亲头落地，面不改色。今日不死，来日必灭七玄谷。逃得倒快。沧海阁内灵气加成，哼！冷静是优点，但过头了就不去。连惨叫都省了，这心性比气运更可怕。少主，沧海阁已全灭。其他2位正在搜寻宝物。很好，把这人押回宗门地牢，杀不死就囚着。总有一天，他也会再崛起。主角从不死，修为成了桎梏。要杀主角，得成道神；想成道神，又需杀主角得机缘，死循环。既然这条路不通，那我就换一条，逆天改命。不必按天的规则走，位面意识，你护他们也该护不住了。玄灵剑，6个2级小世界之一，其上有虚神界，其下有灵武界，
下界时间流速是上界的100倍。10年苦修于下界，上界不过3日，灵气虽稀，却无妨我系统之力，无考修炼。破界梭穿行上下界之用，需积分200，还差100年，一个主角的命。启禀少主，林家弟子已入北地，正往风雷殿方向而去。哼，果然开花结果。林雨柔的因终于结下叶晨的果。风雷殿也是你能闯的？废话少说，战！跪下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！大圣境怎会如此强横？这个体系，叶晨又见面了。此剑终结！不可能！好久不见，你成长不少，可惜终究不配做敌人。林雨柔是我杀的。又是叶晨，送女人，送气运，送任务，主角之剑莫过于此。那枚戒指中的老爷爷，等我成道时再处理也不迟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不用谢，你也该去死了。风雷殿自身难保，死几个算什么？积分够了，该去下界狩猎新一批主角了。下界灵武剑，时间流速100倍，灵气稀薄，却正合我意。修为靠系统堆就够了，灵气多少无所谓。少主，此去……放心，我去就回，回来后帮你重塑肉身。怎么还舍不得我？少主真是……长老们我已吩咐过，宗门事务暂托他们。这一趟孤身一人，连他也不能带。破解梭启动，这里就是两界通道。刘星河，恶贯满盈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今日就是你星陨门的死期！灵武剑，看来我来的正巧。以血为引，招比域外天魔，破阵灭敌。父亲不可！天魔一来，宗门不存。哼，宗门毁了又如何？人还在，就能重建。来了。此处可是灵武界？这不是天魔？他长得太正派了吧？有何人？降临灵武界第一天，就有人铺好阵法迎接我，这礼数我很满意。正是灵武界，请问您便是天魔大人？果然，下界连空气都贫瘠的发酸。主角再多，也掀不起浪。恭迎公子降临灵武界。识相，看来先从你们这儿开局也不错。外敌环山3日，宗门危在旦夕，若得公子出手，定能转危为安。魔门正合我意，落脚点有了，还能练练新手，模样不错，倒有几分气节。过来，公子，这天魔开局还挺惬意。他怎敢？明月还不侍奉公子？
好父亲，连女儿都能拿来讨好。齐飞宇心境受损，气运减20，自身气运加20。若你寻死，我便让你父亲与那小子求生不得。走吧，带我去见那些围攻你们的废物。能忍挺好，越忍越有意思。楚阳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。反派出场不需要理由。今日暂退，明日再攻。这是阵法。热闹得很，倒像是给我接风呢。连威压都挡不住，这群人还算弟子？初到此地，总要留下点纪念。谨遵公子之令。瞧这架势，献媚的到底气派。一群蝼蚁，死的也算安静。这便是公子之威。区区几百人，连抬手都懒得抬。过来。齐飞宇，看看你心爱的圣女此刻在谁怀里？亲我。这才叫听话。又受伤了，很好，再多些，直到崩溃为止。齐飞宇心境受损，气运减10，自身气运加10。漂亮。这发簪不是礼物，是枷锁。我会杀了你，一定会。轻松惬意，不过是碾死几只蚂蚁而已。真是上界公子，几千年没人飞升了，他真要站在魔门那边？很好，看见了就往我这边挤，省得我一家一家找上门。上界有趣。若能吞了那位上界人，该有多爽！惊讶的、好奇的、想杀我的，都来一起玩。天堂一强之歌，你站哪边？我本可以带他走的，是我犹豫，是我怕死。没关系，等他走，我就带你离开，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冰月，冰月，那畜生现在没防备，我们可以走，先走再报仇，好吗？你父亲他有楚阳撑腰，一时不会有事，我们不必陪葬。你走吧，我要留在这里。你不走，我怎么可能走？我现在喜欢这种感觉。地狱门口总要给你留一条路，好让你自己往下跳。对，他是怕我被发现，才逼我走的。冰月不会变的，是我不该怀疑他。我走便强，回来杀了你楚阳，也接他离开。圣子深夜散步，步子倒是迈得远。门内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散步，冰月方才传讯说你要离宗门，要报复楚公子，此事可有？天堂一句话，地狱一念间。看清了吗？你的挚爱现在可是在我怀里。天堂太极，总得有人掉进地狱。圣子也会被关进地牢，真是可笑。楚阳、柳冰月，我要你们不得好死！你这个贱人，也有脸来！给我滚！我只是想救你。那天我说的话是逼你走的，我没想到父亲……信与不信，不过是一句话的距离。我不会再信你了。怎么，夜里也喜欢探牢？
好一对奸夫淫妇！不要，求你！有时候饶恕比杀人更有趣。想活就得先死一回，反正死的不是我。动啊，给我断开！谁在里面？终于自由了。我的伤。地狱敞开的时候，总有人觉得那是天堂。他们听我命令。楚阳，天堂等我很快就来。破后而立，那就看看你能立多久。又是这种邀约，觐见魔主。哼，把自己当皇帝了。玄灵界那一套套路，到这又翻炒一遍，真是新瓶装旧酒。魔主是魔门的最强者，现任万魔门门主。他在想什么我都清楚。那天后，他没再踏进地牢半步，死心活心全在我一念之间。他以为我不懂女人的心，其实我最懂。你看我该去吗？说公子欲安于此界，还是去为好。魔主向来好大喜功，若被轻慢，那便依你。一句依你，足够让他想上半辈子。女人的心真好哄，神王、魔主倒热闹得很。正道那边的确有一位被称为神王的存在。神王、魔主、星魔，名字倒是响亮，实力嘛，哼，一群连道神都摸不到边的井底蛙。神王守东路，魔主统西疆，若真交战起来，灵武界怕是要再度大乱。乱些好才热闹。北周，3日后我们去拜见那位魔主。他以为是他劝服了我，其实我早决定要去。他越信我，我越好用。齐飞宇，等我见完这位魔主再来会会你，看你能不能破后真立。6大魔门之一，万魔门，人多声大，气势汹汹。可惜臭鱼烂虾占了90%。启禀魔主，3日已过，那位楚阳仍无回信。3日，说他真有胆子，现在早该跪在我殿前了，连信都不敢回，怕是早被我的威名吓破胆。魔主，此人毕竟是上界中人，传闻一剑屠尽数百正道弟子。上界？哼，他就是上界混不下去，才调来的废物。几千年没飞升者，谁知上界如今是何光景？或许早不如我灵武界。自信是好事，狂妄是墓志铭的开头。他们甚至没看清是谁动的手，1万多条命不过是脚下的尘。吵闹轻了，该见见这位魔主了。目标徐自明，修为半步离魂境，气运180，金手指无。原来魔主修炼是靠叫床上。谁？就你也配称魔主？灵武界的魔主，从今天起得换个名字了。这也能叫魔主？灵武界怕是穷的连体面点的反派都造不出来。修为虚浮，灵气不稳，外强中干，成天躺在美人堆里等着被人越级斩杀，标准垫脚式模板。你便是那所谓的上界楚阳？早知道你这废物模样，我就不来了。放肆！你当我……说完再动手，那才是主角的风格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魔门中人也会跑，还真是长见识。算了，欺负小孩没意思。
垫脚时提前闭眼，下辈子记得先修炼再风流。你们都是徐自明的夫人？公子神威，今后我们便是你的人了。徐自明的品味不错，可惜我不收残羹。既然要高调，就高调到底。魔主，就这。从今天起，这个世界该重新学会2个字：敬畏。谁在我们心里说话？那声音像在藐视所有人。这得是什么功法？别管功法了，你听那意思，魔主好像被人杀了。灵武界的弟子连神念转音都没见过，井底之蛙却偏爱喧哗。放肆的谣言！我魔主怎会被人击败？回宗门，让他们见识我万魔门的威严。来得倒快，正好一起看戏。那是魔主徐自明？不可能，魔主的气息我认得。错不了，是他。想报仇的，现在就站出来。果然一个敢怒不敢言，魔门不过是些会会的杂鱼。还有人吗？他是你能杀的，他待人厚道，为何要害他？魔门中人还讲善恶？这一剑不为恨，只为让灵武界记得上界之人不讲道理。万魔门从今日起不复存在。若有自称万魔门弟子者，见一个杀一个。他们恨我，很好，记得活着才能恨得久。恭迎魔主！灵武界自今日起，当有一位新的魔主。魔门这几日动荡不安，先是上界来人，今又传他自号魔主。此人一入灵武界，天地都似变了气色。神王有信！我出临此界，急需助长威名，限你15日，赶紧过来让我杀了吧！若不然，我自去屠你满门！好一个上界公子，好大的口气！他一见面魔主，一念杀万人，我恐怕挡不住。罢了，神王之名不可辱。既然要来，那便战吧。恭迎魔主！这感觉比当七玄谷少主有趣多了。灵武界的人倒会做人。报上近况。公子邀战神王之信已送达灵虚门，消息传遍诸界。他比我这心魔还像魔，上界之人真是可怕。神王15日后应该就到了。邀战的信，我故意写的嚣张，要的就是逼他出战，名气、威势、恐惧一步到位。他若真来，公子有胜算吗？他不来，我就去杀他全宗。那是谁啊？看着像正道弟子，可那笑太瘆人了。嘿嘿。那一瞬，光都被吞噬了。星陨门吗？真有意思。血幕少年，一个新的主角正在登场。我这几天想明白了，我只是你对付齐飞宇的工具，对吧？没错。至少你没骗我，我现在是你的女人，过去的事都不重要。女人心最怕真话，真话一出，
便再无退路。有事？外面来了位自称魔心宫公主的人，说要见公子。魔心宫扰心控魂之术，听着就像主角的标配。让他进来。见了我还不跪？魔心宫，愿臣服楚公子。果然，夺舍魔眼连神都能借壳重生的禁术，若我真看他一眼，怕是要被他反夺肉身。知道了，强大的人最怕贪心，越有自信越容易暴露破绽。你这双眼睛，我不喜欢，挖了吧。墨云心境受损，气运减500，自身气运加500。果然，心境薄弱的很。留你一命，看你能不能重新睁眼。他的金手指夺舍魔眼依旧在，只是此刻他看不见光，也看不见希望。夺舍不成，反被挖眼。楚阳，你比传说中还要狠。先走，活着才有报仇的机会。裴兄，这么快就要走？我可还没尽地主之谊呢。完了，他就在门口。多谢楚兄盛情，但宫中事务繁重，暂且告辞。若我不让你走呢？楚兄真是好客，那我再留几日。好，为表诚意，我得取你一样东西。够了，要杀便杀！裴兄何必动怒？我不过随口一说。少废话，动手吧！真有趣，明知必败，却还想装出决绝的样子。那就好好留几天。现在不杀我，将来你会后悔。堂堂离魂剑，如今却成废人，哼，可笑。夺舍魔眼还活着，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楚阳，你的身体就是我的。雷兄这2日休息的可好？有种就杀了我，别玩花样！你早就知道，那你为何不杀我？杀你？我还想看看你那双眼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，对吧，暮云？糟了，他早就知道一切。处决？哼，在我眼中不过是玩具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那早该死去的名字。炎魔宗屠尽我全家，从那天起，我只剩下一个念头：复仇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知你夺舍了多少人，但你这双眼睛有研究的价值。看看你这夺舍魔眼能恢复几次，每恢复一次，我就斩你一样东西。他要逼我一步步死在希望里。那小子现在差不多了，留人伺候他，为的就是让他在绝望里喘口气，然后再亲手掐断那口气。5000气运不算小数，磨干净再收。3天3夜，没有光，没有食物，我还活着，恢复了，我的眼回来了。等他再来，我就夺他之身。穆兄，这2日可安好？有种就杀了我，别玩花样！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杀我？发现了好玩的东西，总要慢慢玩，对吧，暮云？穆兄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求我杀了你，要么饿死在这儿。求求你，杀了我！您已成功消灭一个主角，终于结束了。以我如今气运，
再见主角不必再绕弯子，杀就完事。暮云来的正是时候，气运问题解决了，魔心功也顺势入我掌中。公主已允，此后魔心宫听令于我，若有异心，与万魔门同葬。谨遵楚公子之命。炎魔、吞天、合欢三门很快也要归入我手。离魂巅峰终于来了，让长老们准备好迎客，神王要来了。这女人终于被我调教的乖顺，柔中带媚，恰到好处。这就是灵武界所谓的神王，看起来倒像个商贩。不是主角，这鸟不错，留下吧。这是领虚门驯养的坐骑，此物可与此鸟。明日对决，也就是你的忌日。忌日，灵武界数10年，从无人敢如此辱我。他想天，而我连仰头都难。只求你放过灵虚门，楚阳，我死不足惜。若灵武界终要陷落，那就让我做最后一个守门人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消息散得比剑气还快。灵武界的盛会，倒是有几分趣味。这楚阳连魔主都敢斩，如今又挑神王，希望神王能让他嚣张不长。哦，自从那刘饮食之后，我就知道神王要没了。还真上道，懂得先出手也好，省我麻烦。开始。这一剑劲如天威，就算是死，也要堂堂正正的死在这一剑之后。好强的剑气，神王威武！神王威武！太弱了，一个法丝都省不到，我这是在和谁战斗？结束了。他一根汗毛都没伤，这就是上界的力量。连神王都如此不堪，下一步该轮到吞天魔宗了。一剑斩神王，灵武界该热闹了。还要在天上？哼，云上无界，天高任我。神王已死，魔门8成归顺合欢派内的主仆。哼，居然提双修一说，破邪千人怎配与我并肩？他们说不动你，我倒是更喜欢这样。这女人越发合我心意。吞天魔宗建宗10年，灭一宗登顶6魔，成得太快，必有猫腻。未知反而有趣。对了，气运礼包、气运丹、气运符，老样子。留着，玄灵界再说。吞天魔宗该我登门了。他在天上，那鸟太显眼了。星陨门军半个时辰后抵达。好，开始吧。若装作臣服，也许能活，但我驻颜宁死不屈。楚阳，若真能吞下你，我便成神。这宗门倒是有点意思。
吞天，看我一剑吞你！公子，需我等先行探查？不用，都退远些。原主的剑也该沾点血，简单点，轻描淡写，一剑足矣。哼，退后。这是陷阱，幸亏少主没让我们先进去。看不顺眼就砍，复杂都留给别人。原地等。宗主，陷阱已起效，只剩楚阳一人。这人呢？陷阱完了！我们绝不投降，只能死战。听懂就好，想活的自行选择。投吧，他说投降不杀。是啊，楚阳也没对归顺的宗门下手。投！宗主，形势如此，不如归顺。近身一瞬，吞天魔功启动，反噬你全身。灵力上界又如何，也得死在我口中。现在投降，我可饶你们一命。你不再问一句？主角模板功法吞天，气运比我低，那就没必要多活半息。成功消灭一个主角，气运加4000，积分加300。回星陨门，都走，回宗门。6大宗门只剩炎魔宗，主角们一个个送经验上门，领5剑还真好混。还早，道神巅峰再回玄灵剑也不迟。你就知道欺负我。谁让你现在只属于我？魔门清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要换个方法，找些还藏着的主角出来玩玩。看在我养育你10几年的份上，出山一次，帮他们挡一挡楚阳，求你。好。楚阳之命终于惊动了真正不该出手的人。